天天在家量血压，90%的人都量错了。医生揭秘，这3个习惯让你量出假高血压，难怪药越吃越多。高血压、血压测量、假高血压、脉压差、健康科普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早上刚睁眼，拿起床头的血压计一量，140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再按一次，130，等了2分钟再试，又跳到了145。数字像在跟你捉迷藏，上蹿下跳，毫无规律。这心里头啊，七上八下，连觉都睡不安稳。说实话，很多人每天在家里忙活半天，量出来的其实都是假血压，自己把自己吓得够呛，还可能因为看错数字，吃错了药，把原本好好的身体给折腾垮了。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好好说说，怎么在家把血压量得准，怎么绕开那些看不见的陷阱，把我们的血管健康守好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实用的养生知识，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健康科普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都建议大家在家里自备一台血压计，原因很简单，很多人一踏进诊室，看见白大褂就莫名紧张，心跳加速，血压立刻跟着往上窜。医学上有个专门的说法叫白大褂高血压。很多人在诊室里量出150，回到家里放松下来，血压其实完全正常，要是只凭那一次诊室里的数字就断定是高血压，甚至马上开始吃药，那真的太冤了。在家里测是在最熟悉、最放松的状态下记录最真实的身体信号，但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，你的测量方法必须是对的。方法一旦出了错，每天量出来的都是一笔糊涂账，不仅没有参考价值，反而会成为焦虑的根源。先来说说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误区，很多人在家量血压，2只手换着量，结果发现数字不一样，就以为是血压计坏了。就像我邻居张大叔，前阵子新买了台血压计，第一天量右手是140，心里犯嘀咕，换了左手一量是120。张大叔当场就急了，觉得这机器肯定是劣质产品，气得差点没直接摔了。其实2只手臂量出来的血压有差异，是完全正常的生理现象。我们左右手臂里的血管和心脏相连的角度和距离本来就不一样，右边的手臂血管通常比左边略粗一点，所以大多数人右手量出来的血压会稍微高一些，相差个5到10毫米汞柱都属于正常范围。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，第一次测量时，左手和右手都测一遍，测完之后对比两边的数字，哪边高就以后固定量那边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危险信号，需要大家高度警惕。如果你2只手量出来的高压相差经常超过20毫米汞柱，比如左手120，右手却到了150，千万别以为是机器不准，这很可能是某一侧血管发生了狭窄或者堵塞的信号，必须尽快去医院做详细检查，这才是对自己身体负责的态度。量血压的时间也是一门大学问，很多人有这么个习惯，早上刚睁眼，连被子都没掀，就急急忙忙拿过血压计，憋着尿就开始量。赵大伯就是这样，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躺在被窝里憋着尿测血压，结果每次数字都高得吓人，经常是150、160。赵大伯因此整天愁眉不展，觉得自己这病是越来越重了。坦白说，这其实是被憋尿和清晨血压的自然规律给骗了。我们人体的血压在一天24小时里，并不是一条平稳的水平线，而是有起有伏的。每天早上刚醒来，身体开始苏醒，激素开始分泌，血压本来就会迎来一个自然的高峰。这在医学上叫做清晨血压，也就是早晨刚醒时血压自然升高的现象。这时候要是还憋着尿，问题就更严重了。膀胱憋得鼓鼓的，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，让心跳加快，血管收缩，测出来的数字往往比真实血压高出一大截。所以早上睁眼就量，尤其是憋着尿量，基本都是假高血压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早上起床后先去洗手间把尿排干净，洗漱完喝几口温开水，在椅子上安安静静坐满10分钟，等呼吸平稳，心情也沉下来之后，在吃早饭和吃降压药之前，再拿出血压计测量，这个时候量出来的数字才是真实可信的。清晨血压测量时的姿势直接决定了数字的准不准。量血压有3个字要记住，叫静、松、空。静就是量之前要在椅子上安静坐满5分钟，别刚干完家务爬完楼梯就急着去测。
王大妈就有过这样的教训。有一天大热天，她顶着太阳爬了3层楼赶到诊所，人还没坐稳，气都没喘匀，就被套上袖带开始量，结果冲出了160难。大妈回家吃完药，下午头晕眼花，站都站不住。其实王大妈平时安静状态下的血压根本没那么高，那一次只是因为劳累加上天热，爬楼梯后的暂时性升高。就是身体要放松，不要歪斜着靠在沙发上，更不要翘二郎腿。翘二郎腿会压迫下肢血管，让血液回流受阻，导致量出来的血压偏高。正确的坐姿是双脚平放在地面上，后背轻轻靠着椅背，就是要把尿排空再量。此外，绑在胳膊上的袖带也很有讲究，袖带的位置要在肘关节上方大约2根手指宽的地方，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，以能塞进1-2根手指头为宜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袖带中心的高度要和心脏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，手臂放太低侧出来偏高，放太高侧出来偏低。这样的过程中要闭嘴，别跟旁边的家人聊天，多说一句话，血压可能就跟着往上窜好几毫米拱住。情绪和睡眠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很多人容易漏掉的一环。我们的血压非常敏感，就像身体的晴雨表，情绪一激动或者头天晚上没睡好，血压立刻就有反应。李阿姨就是个典型，有天晚上她因为家务事和老伴生了气，整宿没睡好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脑袋有点发胀，拿过血压计一量，170。这下李阿姨彻底慌了，以为自己快要中风，情急之下把平时吃的降压药自作主张翻了1倍。结果到了下午，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头晕眼花，浑身冒虚汗，差点在厨房里晕倒，最后被送进了急诊。医生检查后告诉她，这是擅自加药导致的急性低血压。李阿姨早上那次高血压不过是生气加失眠引起的暂时性飙升。我们的身体有一套自我调节机制，情绪平复了，睡眠补回来了，血压自然会慢慢降下去。看到数字一高就赶紧加药，或者看到数字稍低就觉得病好了，擅自停药，都是非常危险的做法。血管最怕的就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剧烈波动，这比单纯的高血压对脑血管的伤害还要大，很容易诱发严重的血管问题。所以千万不要凭某一次测量结果就自己当医生，挑血压计也不能走弯路，千万别花冤枉钱。现在市面上的血压计五花八门，有手腕式的、手表式的，还有最传统的绑在上臂的。很多长辈觉得手腕式的方便，套上去按一下就行，还不用脱衣服。怎么说呢？这种图省事的心态往往会让你量出一堆没意义的数字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随着年纪增大，手腕处的末梢血管会逐渐变硬，血液循环也不如年轻时顺畅。用手腕式或手表式血压计测出来的数字偏差会非常大，往往无法反映心脏和主动脉的真实状态。所以买血压计不买贵的，只买对的。一定要选择最传统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，套在胳膊肘上方测量，这种才是最准确、最可靠的。买回家之后也别以为能用一辈子，血压计里的传感器和配件用久了也会老化，建议用上1-2年之后，让孩子联系一下售后，或者带去相关的医疗服务点做一次免费校准。仪器准了，量出来的数字才有意义。量完血压，拿到那串数字之后，我们还要学会看出里面的门道。很多人只关注高压，觉得不超过140就万事大吉了。其实血压单上还有2个危险信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。第一个是高压减去低压得出来的差值，医学上叫做脉压差，也就是收缩压与舒张压之间的差距。正常人的脉压差大约在30到40之间。如果你的高压减去低压得出来的数字经常大于60，比如高压150，低压80，差值达到了70，就要注意了，这说明你的大动脉血管已经开始变硬，失去了应有的弹性。血管硬了，心脏泵血时血管无法扩张，高压就越来越高；心脏舒张时血管无法回缩，低压就越来越低。第二个信号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2只手臂高压差值，如果长期超过10到20毫米汞柱，可能是单侧锁骨下动脉或上肢动脉狭窄的信号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一提到降血压，很多人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各种偏方，多吃大蒜能软化血管，多吃洋葱能降血压，顿顿吃黑木耳能清除垃圾。
坦白说，这些食物虽然有营养，但真的没有直接降低血压的神奇功效。靠偏方来降压，不好好配合治疗，最终耽误的只是自己。真正有用又不花1分钱的血管保养方法，其实就藏在我们的日常习惯里。来看看刘大叔的例子。刘大叔平时饮食非常注意，自称吃得很清淡，炒菜放盐放得极少，但他很纳闷，血压为什么还是降不下来？医生仔细一问才知道，刘大叔虽然炒菜少放盐，但特别喜欢吃面酱，顿顿拿小咸菜下饭，调味还爱放大量味精，这就是典型的隐形盐。面酱、咸菜、味精、酱油里都藏着大量的钠，钠摄入过多会把体内的水分锁在血管里，血管里的血容量增加，血压自然降不下来。所以保养血管的第一步，就是把这些看不见的盐给揪出来，尽量少吃咸菜、豆瓣酱和味精。与此同时，可以多吃新鲜绿叶菜、香蕉和土豆，补充钾元素。钾就像是钠的克星，能帮助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，起到自然降压的作用。每天吃完饭，别总窝在沙发上，下楼稳稳当当的走上20-30分钟，准备一个小本子，把每天早晚量出来的血压记下来。这个习惯看着简单，但对医生调整药量、判断血管状况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。这才是最省钱、最安全也最科学的血管保养方式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，血压高了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盲目焦虑，用错了方法。我们的身体是非常聪明的，你认真对待它，它自然会给你积极的回应。把量血压这件事弄明白，不自己吓自己，不乱加药、乱停药，用一颗平常心去面对，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舒心。只要方法对了，血管自然会保持年轻和活力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和家人有帮助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"我要血管健康"这6个字，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卡。也请把这个实用的知识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少走弯路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